又見面了！熒幕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有網友啊，在第一集的阿西亞 DIY 下面留言問我啊，可不可以 DIY 安裝 Android Player 呢？所以我們第3集的阿西亞 DIY 就來安裝 Android Player 以及 Reverse Camera。如果你們跟着我的步驟去安裝的話呢，你們最高可以節省200塊錢的安裝費用哦。這樣講回來，我又有點擔心了啦。到時候啊，這個影片 upload 上去的時候啊，不知道又要得罪多少 accessory 了啦。好了，不管了，就讓我們開始我們的阿西亞 DIY 第3集吧。Let's go。好，觀眾朋友，這一次我們要 DIY 安裝的這個 Android Player 呢，就是來自 VEST 的這一個 Aura Nano Android Player。聽這個老闆講啊，這個 Android Player 它的界面啊，就跟它的名字一樣，多姿多彩啊。然後這是一個2GB 32ROM 的 Android Player， 算是一個比較入門級別的 Android Player。而至於為什麼會選擇這個 VEST 的原因呢，最主要的還是啊，這個 VEST 的產品呢，在馬來西亞各大的 accessory 店都有銷售。說白點啊，你去 Shopee Lazada 買一些不知名的品牌來安裝，更加的好啦。好了，在開始 DIY 安裝之前呢，我們先來做一個簡單的開箱，來看一下這一次 DIY 的材料有哪些東西。在你們眼前呢，就是今天我們要 DIY 的材料啦。首先就是主角 Aura Nano Android Player， 然後裡面還會附送2條 USB 的 cable、RCA 的 cable， 連接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 cable， 最後就是這個 GPS 的天線啦。在這邊呢，就是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材料，然後裡面就會有這一個 Reverse Camera 連接 Reverse Camera 的 cable 電源線，還有一個開動器，就這麼簡單。除了剛剛我所說到的材料之外，還有就是這一個 Android Player 所使用的 casing 啦。我們的阿西亞的音響主機呢，它是呈現一個類似懸浮式的嘛，所以這個 casing 呢也要用專門 for 這個阿西亞使用的。當然，這個 market 呢也有賣其他專門 for 這個阿西亞使用的 casing 啦。但是呢 casing 來講的話呢，你需要做一些改造，你要把那個 Android Player 拆出來，做一些調整。調整過程中呢，你會動到那個排線。如果是說你不熟的話，把那個排線弄斷的話，你的 Android Player 就完蛋了，就壞了。但是這個 VEST 的 casing 呢，你完完全全不用做任何改造，你只要把這個10寸的主機裝上去，鎖上4顆螺絲，再 clip 上去就可以了，就是這麼簡單，這麼方便。如果是說你們想 upgrade 其他 VEST 的更好的 player， 像什麼8GB 64ROM啊，那種中高階的 Android Player 來講的話呢， VEST 的所有10寸的 Android Player 都可以 fix 在這個 casing 裡面。所以啊，這一點來講的話呢，就是為什麼我會選擇使用 VEST 的產品來做這一次 DIY 的第2個原因啦。除了 casing 之外啊，裡面還附送了阿西亞專門使用的 converter wire。這個 converter wire 的用途就是讓你把原裝的 wire 直接接上去，然後再把這個 wire 接上去 Android Player 就可以了，完完全全不用剪到任何一條線，非常的方便。So， 以上啊，就這一次我們的 DIY 的材料啦。在正式安裝這個 Android Player 之前，我們先把這個 casing 給拆出來。拆個 casing 也非常簡單，5個字：大力出奇蹟，就這麼簡單。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東西呢，就是把這個原裝的主機給拆下來，上面有4顆螺絲跟 cable， 通通都給拆出來。就這樣子把它卸下來啦。後尾會有2條 cable 跟一個天線。接下來要做的東西呢，就是把這個原裝的 orange 的 clip 移過來這個新的 casing 這邊。好，那 clip 取出來啦。所以這個 clip 要取出來的方法也非常簡單，拿2個東西呢撬它上來就可以了。所以我們要把這些 clip 移到這邊去。所以移完過後啊，你會發現多了一個 clip， 這個是正常的啦，你可以把這個 clip 收起來。所以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這個10寸的 Android Player 鎖在這個 casing 上面，用它所附送的4顆螺絲。所以鎖好之後呢，我們就要把它所附送的這個 cable 給安裝上去。再就是這個 converter wire 也要裝上去。所以這一次我們要安裝這個 reverse camera 嘛，所以我需要把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 wire 先做一個連接。reverse camera 這2頭呢，它上面呢會有一個紅色的 cable， 再來就是在這 converter 那邊呢也會有一個紅色的 cable， 上面寫着這個倒車控制，所以你要把這紅色 cable 2個接在一起。所以連接好後大概是這樣子啦。再來呢，我們要用這個 wire tape 把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頭給它包着，不要讓它有 short 的機會。好，所有的 wire 安裝好後，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這個 Android Player 裝在這個 casing 上面，這樣就完成我們的第1步了。我們的 Android Player 初期已經裝好了。
剛剛在開箱的時候，我們有講到裡面會有一個 GPS antenna， 所以這一次安裝方法，我決定把這個 A pillar cover 給拔開來。拔開的方法也非常簡單，直接把這個塑膠給拔開來，抽出來，然後再大力出奇蹟，拔開這個 cover 就可以了。可以看到這個 A pillar裡面呢，完完全全是沒有任何螺絲，只有3顆的 clip。如果是說你們怕把這個東西拔壞的話呢，你們也可以參考我上一次 DIY 安裝這個 dashcam 的方法，把這個 wire 慢慢的吸進去啦。所以2個方法看你們自行選擇。所以裝好這個 GPS antenna 過後呢，我們要把這個 GPS antenna wire 接在這個 Android player 上面，就像這樣子。再來呢，我們把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這個 cable 給先把它串進去，之後呢，我們就把這個 wire 這個 converter wire 跟原本的 RCR 的 wire 接在一起。再來，別忘了還有天線也要插進去，要不然你就聽不到 radio 了。OK，cable 連接過後呢，我們就要 start 車測試一下我們安裝的有沒有錯啦。OK， 完美，沒問題。好，安装好了這個 Android player 過後啊，接下來的工作呢也是大魔王的部分，就是安裝 reverse camera。為什麼啊？我會講這個 reverse camera 安裝是一個大魔王工作啊，因為要踩後尾的 bumper。但是正所謂啊，工作再難，有心做好還是會做好啊啦。所以現在你們跟着我的腳步，一步一步的進行安裝這個 reverse camera 吧。安裝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第一步啊，我們需要安裝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電。這樣子的話呢，這個電從何來？就從這個後尾燈的 reverse 燈來。現在我們就要把這個 reverse 燈打開來。所以打開的方法也非常簡單，就用這個10號套筒開掉這個螺絲，這2粒螺絲就可以了。打開過後呢，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它這邊會有個 clip， 所以你必須要用點力把它給推出來，就像這樣子。好，這個就是 reverse 燈啊。為了不剪線的關係啊，我會用這個非常 special 的東西把它接在這邊，然後跟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電源做一個連接。這個東西用的方法非常簡單，你們只要把它這樣子貼上去，再用 plier 夾下去就可以了，就是這麼簡單。至於 reverse camera 的電源線呢，我們就用這個粉紅色的東西。這個粉紅色的東西呢，是跟這個藍色的東西是一套的，所以就這樣子直接把它接好，插下去就好了。你完完全全不用剪到你的 cable 任何一條線。好，接下來第2步啊，我們就要拉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 wire 去到後尾啦。然後事先準備工作呢，首先第一個這個 clip 要把它拆出來，再來這個 cover 也要給它拔起來。再來中間這個 cover 也得拆出來。接下來的步驟呢，我們需要把這個 cover 給拆鬆開來。首先第一步就是把上面的板給拿掉，再來就是用10號套筒把這個螺絲給打開來，再來把這個 tailgate 的 rubber 給拆鬆開來，就這樣子罷了。好，接下來的工作呢，就要把這個中間的 cover 給打開來。首先就是可以看到裡面2顆 clip， 我们可以用這個撬板把它撬出來。撬之後呢，我們就要大力出奇蹟，往上一掰，就是這麼簡單。好，接下來呢，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 cover 裡面會有2顆白色的 clip， 一樣，我們用撬板把它撬開來就可以了。好，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就拆鬆了這個部分了啦。So 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 wire 給拉出來，直接拉到這邊來，然後我們就要把這個 cable 給串過去。好，這個 wire 串過來過後呢，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wire 串進這個排氣的位置。好，這個 wire 串過去過後呢，接下來的工作啊，就是要拆後尾的 bumper 了啦。但是啊，在拆這個後尾 bumper 之前呢，我們需要把這個 spare tire 拿出來，等下會用到。再來拆 bumper 的話，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把10號2顆螺絲用10號套筒給拆開來，再來 clip 的話，用撬板給撬出來。左右都會有3顆的 clip， 也得用撬板給撬開來。下面會有4顆的 clip， 得用撬板給撬開來。好，現在呢，就讓我們開始拆這個後尾的 bumper 吧。好 ，bumper 已經給我拆出來了。所以這個 spare tire 的作用呢，就是為了放 bumper。再來就是你們拆 bumper 的時候呢，也會遇到幾個小難題。首先第一個，它裡面有 socket， 記得把它拔開來。再就是這個 clip 也是要把它鬆開來。再來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剛剛我們所串出來的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 wire， 還有就是後尾的電源線。接下來呢，我們就要把這個 reverse camera 給畫面的這個 cable， 它這個紅色跟這個 reverse camera 電源線的這個紅色做一個連接。
所以我也是用這個藍跟粉紅色的 Special Tools 來做一個連接啦。接下來的步驟呢，就是要把這個 Reverse Camera 安裝在這個後尾的 Bumper 啦。這個 Vest 的 Reverse Camera 呢，因為它是採用一個大個圓圓的，你要開個洞，然後把它鍍上去才可以。所以你要用它所附送的這個開洞器，在後尾 Bumper 開個洞，才可以安裝這個 Reverse Camera。好了，現在呢，就讓我們開始安裝這個 Reverse Camera 吧。好，我就以這個 Bumper 中間這個洞為至中，然後再粘了 Masking Tape， 在這個位置大概量一個距離，或者 Marking 啦。所以等下就在這個位置開一個洞。好了，這個洞開好了，大概是這樣子。現在呢，我們就把這個 Reverse Camera 鍍進去吧。好，接下來呢，就用 cable 帶把這個 wire 做一些簡單的整理，再來就可以把這個後尾的 Bumper 給安裝回去啦。再來就是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 video 訊號線呢，我個人建議用這個 wire tape 給它包起來了。第一點防水，第二點防誤觸。好，安裝完成過後呢，接下來我們要測試一下這個 Reverse Camera 可不可以操作。So start 車，打 Reverse。好，這個 Reverse Camera 已經跳出來了，所以這個安裝方法完完全全沒有問題。好，安裝完了這個 Android Player 以及這個 Reverse Camera 過後啊，現在最後一步的工作就是剛剛怎樣拆的，就要怎樣復原回去。現在就讓我們把這些東西安裝回去吧，夠累了。好，最後一步啊，千萬不要忘記把這個東西給裝回去啊。剛剛怎樣拆的就怎樣裝 ，clip 下去就可以了。So 這個 Android Player 跟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安裝就大概這樣子啦。好，安裝完了這台 Vest 的 Aura Nano Android Player， 現在啊就讓我來分享一下我整體使用下來的體驗啊。首先就是啊，雖然講只是單單換了這個主機啊，可是我可以很明顯的聽到這個喇叭播出來的音樂，確實啊，它的音質有比原廠的唱機來得好很多。再來就是，雖然講這是一台2+32GB 的4核心入門級別 Android Player。可是 start 車之後啊，這個主機的開機速度、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的連接，或者是進了 Reverse 檔、Reverse Camera 畫面的切換速度，也都蠻快的。因為啊，我用過其他入門級別的 Android Player 啦，不僅這個開機速度慢啊，車都 Reverse 完了，這個畫面才切換出來，真的是非常搞笑啊。但是講回來啊，這個 Reverse Camera 的畫質，我個人覺得就還好而已啊。目測是只有 720p 的畫質 ，but 買這個 Android Player 就免費送的這個 Reverse Camera。就不要求太高啦。雖然講啊，這個 Reverse Camera 它的畫質是只有 720p 啦，但是這個 Aura Nano Android Player 在播放 YouTube 或者是 Netflix 的影片的時候，作為一款不到這個1000元級別的入門級別 Android Player， 它的畫質我個人覺得是蠻高清的。當然開車的時候啊，我真的是非常不建議你們一邊開車一邊看 YouTube 啦，真的很容易造成交通意外啊。除此之外啊，這台 Vest 的 Aura Nano Android Player， 它的背景顏色以及可以看到這個主機畫面上面有一個車的圖案，這些東西呢都是你可以自己自定義的。再来呀，這個主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啊，不管你在馬來西亞哪一個州哪一個角落啊，它都可以讓你簡單搜索到馬來西亞各個廣播電台的頻率。關於這個電台頻道的頻率搜索功能啊，現在為觀眾朋友解釋一下。OK， 我們先進到這個電台，按這個鉛筆。然後假設說今天我們在吉隆坡時常聽的頻道是988嘛，剛好今天老闆派我出差去到怡保，的時候，我想聽988，我必須把這個頻率 set 到 99.8 才可以。再來，我老闆又派我出差去到關丹，所以我想聽988的話，我需要把我的電台頻率 set 在 90.4 才可以聽到988。因此，這個功能來講的話呢，是不是可以幫助到你，搜索到你平常聽到的電台的頻率呢？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好，觀眾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阿夏 DIY 第3集安裝這個 Android Player 以及 Reverse Camera 的全部內容好啦。不知道你們對今天 DIY 看法如何呢？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而至於今天的 DIY 困難度嘛，我個人認為啦，如果是說你們只要單單安裝這個 Android Player 的話呢，你們用這個 Vest 的 Android Player 加上我的步驟去安裝，大概啦預計2個小時就可以完成安裝了。而至於這個 Reverse Camera 嘛，確實真的是要耗一點體力、勞力、心力還有時間來安裝。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啊，這個 Vest 的 Android Player 呢，確實真的是不用剪到任何一條線，然後安裝方法真的是非常簡單吶。所以觀眾朋友，如果你們對今天 DIY 所有的材料有興趣的話呢，我都會把這個購買鏈接放在留言欄置頂在那邊，你們可以點擊那個鏈接去進行購買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阿夏 DIY 全部的內容好啦。想要看更多關於阿夏 DIY 的內容，朋友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這樣子的話呢，你們才會收穫關於我這樣 Pro Do 阿夏
更多的 DIY 內容好啦。好了，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嘍，拜拜。